跟朋友来茶餐厅吃饭。自从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我就不曾来过这家店了。终于有机会和朋友喝下午茶。加拿大第4波新冠疫情势不可挡，联邦和亚伯达省政府的抗疫工作到底行不行？亚伯达省省长度假归来，强制口罩命令在下，省政府发钱鼓励民众施打新冠疫苗，但是成效不佳。亚省的医院转诊急诊病人，门诊和可延期的手术被迫叫停。亚省卫生部拨款830万加币，聘请更多的临时全职护理人员应急。亚省12名市长联合上书省长，要求使用疫苗护照。同时9月7号，加拿大开放国界，让已经施打政府承认的4款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免隔离入境。新冠疫情在秋天卷土重来，开始了第4波的大流行。刚刚结束卑诗省自驾游回到卡加利的我，一回到职场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帮院内的病人检测新冠病毒。虽然结果是阴性的，全部的人员松了一口气，但是加拿大境内，特别是我目前居住的亚伯达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9月份开始，新冠病例节节攀升，平均每天的新病例都超过了1000个。对于第4波的新冠疫情升温，亚省政府从9月4号开始再度恢复公共场所的口罩强制命令。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接种第1针还是第2剂新冠疫苗的民众，只要施打了疫苗，就可以获得100块加币的现金奖励。这项命令使得亚伯达省成为在加拿大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可以获得奖励的省份。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个礼拜的时间了，这项奖励政策并没有鼓励到很多民众去施打疫苗，而且还引发民怨，因为很多已经注射疫苗的民众都对这项政策大喊不公平。除此之外，随着第4波疫情的激增，亚伯达省医疗系统再次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医护人员的短缺，亚省将引进省外的合同护士。根据亚伯达省卫生服务部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AHS 预计拨款高达830万加币，来增加临时的全职护理人员，以弥补在第4波疫情中的人员空缺。以正在招聘临时注册护士，也就是 RN 职位的亚省首府艾德蒙顿为例，注册护士的起薪工资高达每小时75块加币，相较于亚省现有的注册护士最高工资每小时48块加币，的确增加了不少。因此，护士工会呼吁亚省政府将现有的护士工资提高2%，而亚省的卫生服务部竟然提议将护士的工资削减3%。这项举动实在不得我们护士同仁的理解。目前相关的薪资谈判仍然在进行中。同时，目前的亚伯达省重症监护病房的容量为95%，受到第4波的新冠疫情影响，新冠病人的住院数目大幅的增加。在亚伯达省境内，已经有高达60%的预定手术被迫取消或者延期。在医护的硬体设备以及护理人员短缺的情况之下，亚伯达省的12位市长已经督促亚伯达省政府发放疫苗护照，同时将在10月16号以前强制命令所有的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在护理人员间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今年的1月份就打完了2剂辉瑞疫苗，已经在6个月后失去了80%的免疫力，因此我们希望也很有必要打第3剂的加强针。对于这个问题，亚省政府的卫生单位也预计将开打第3针新冠疫苗。另外，加拿大政府已经在9月7号针对已经接种2剂的辉瑞或者是莫德纳、阿利斯康也就是 AZ 以及1剂的强生疫苗的国际旅客开放免隔离入境加拿大。而在9月10号开始网络投票的加拿大大选，所有的候选人都针对了新冠疫情大做讨好选民的承诺，使得医疗保健议题再度发烧。在我和同事之间
也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加拿大大选结果。在这儿，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为自己和他人的健康着想，外出必须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最后拜托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在健康的允许之下，如果有机会可以打到新冠疫苗的话，请务必要接种新冠疫苗，因为您的健康就是公众健康的保障，也是我们护理人员可以健康的工作下去的基础。在这儿衷心的谢谢大家。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